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观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德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工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有阵子没出鲁华考题给各位亲爱的学员了，怕大家久没练习会生疏，因此今天影片一开始打算今天来进行一段鲁华随堂考，稍后我会念一则贴文过程中请各位观看画面，并思考是哪一段敲碎了粉红们的玻璃心。那先说这则贴文的原 po 是日本动漫 Band Dream Is My Go 中的声优历史岭所发的，这位声优在该动漫中配音的角色为主角群之一的千早爱音，内容主要是在讲述女子摇滚乐团的故事。那这样一部人畜无害的动漫，故事又是青春洋溢的热血乐团，是如何触碰到粉红的 G 点，引来辱华出征呢？原因起于历史岭本月8号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推文，题目来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は明日とブシロードエクスポin 台北に参加します。いらっしゃる方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初台北。天文内容是说，早安，今明2天会在台北参加50道 Expo 活动。那这是台北国际动漫节的摊位之一到时有来现场的朋友请多多指教。第一次来台北，接着附上一张超商的优选蜜蜂水。OK， 题目已经念完了，请问哪里辱华了？给各位1分钟时间思考一下。广告结束后会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提醒各位一件事：春节期间，相信不少人都会去走春、拜拜或安太岁来祈求平安。但每天在上网的你，今年有请示过个资守护神了吗？现今全球网络诈骗猖獗，个资与财产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因此上网时务必使用 Surfshark VPN， 守护你的个资，确保你的隐私无懈可击。拥有顶尖加密技术的 Surfshark 能有效让你的网络行踪如同透明人，并坚持采用无日志原则，一离线就自动删除记录，不怕留下足迹。无论是想要观看被地区限制的影片，或是想要切换不同 IP，Surfshark 都能让你轻松做到这些，随时随地安全又自由地浏览网络世界。此外 ，Surfshark 还有其他强大附加功能，那就是 Surfshark Alert。当 email、信用卡号或身份证 ID 出现在遭外泄的线上资料库中时，会立即通知，以便让你可以采取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失。点击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以获得额外4个月 Surfshark 服务。OK， 大家想出答案了吗？答案是第一次来台北旁边的中华民国国旗符号造成小粉玻璃心碎，痛批辱华。粉红翻墙发现此推文之后，截图回墙内，痛批历史岭发了不该发的旗帜，但由于墙内有言论审查，小粉想骂又不能直接骂说是因为哪一面旗帜，所以还把中华民国国旗涂掉。也带各位看几则小粉出征留言：你作为中国观众喜爱的日本声优，言行却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伤害了中国粉丝感情。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必须为此公开道歉，明确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小台湾呀，你哪儿去？妈妈早就想你了，一天不见你回家，妈妈心里担惊受怕。妈你个头啊！这小粉有病啊！我相信台湾人比起那种会被24小时监控的母爱，会更喜欢自由民主的生活。而且论辈分，中华民国年纪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大。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年轻人，你可以没本事，可以没能力，但你要做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爱国。这白话文翻译来说这粉红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虽然没能力，只会打嘴炮，如果你跟我一样没能力也没关系，盲目爱国就好。那我就问一句，既然你没本事又没能力，那中国有你们这样无能的小粉组起来的国家有什么屁用？更何况你也不是真的在爱国，你被要求爱的是中国共产党。日本爱教那就是蘑菇爱的不够多，但是呢，我们承诺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东风浩荡还是巨浪滔天，你自己选一个。别跟我说什么打狗还要看主人，你主子要是敢来，我一样打。我只是不想动手，不是不敢打，更不是
打不过。每隔一段时间往墙里看啊，发现还是存在许多这种霸气粉红，我就放心了。小凤，你不是不敢打，你是打不起也打不赢。不然你就想想，你天天喊要打这个灭那个的，真这么猛的话，你家中共为什么武统喊了76年还在喊？真这么猛，本月美国和加拿大军舰大摇大摆通过台湾海峡，国际社会用行动支持台湾，那你家中共怎么不集成美加军舰？说到底，粉红真要抵制啊，就不该看日本动漫，一天到晚玻璃心碎，爱垮跟爱赶。事后历史里面对小粉红出征是没有特别道歉，选择默默把文章删了，也没多做什么回应，留下小粉红在原地跳脚。波特老师觉得可惜了，如果他被辱华出征的时候，接着发这张剧中台词的截图的话，想必能让粉红们更加无能狂怒。我在看这事件时，有查了一下这位声优的资料，相当年轻，才23岁而已。他大概也不知道原来墙内粉红这么疯，一不小心就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辱华。这边我们也恭喜历史岭加入我们被辱华大家庭。那刚没答对题目的学员别灰心，因为被辱华的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像是瑞典游戏公司 Paradox 旗下有一款钢铁雄心4战略游戏，在 Steam 游戏平台广受好评。读历史的人常会说一句历史没有如果，但这款游戏里有。该游戏背景是设定在第2次世界大战，而它最大的卖点是玩家可以自由地开创与真实历史不同的发展路线，玩家可以自由发挥玩出架空的历史。而该游戏在近期推出的更新档中，新增了英属印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操作势力。本来丰富游戏内容是好事，但部分中国玩家发现，英属印度在游戏中可以宣称西藏地区为核心领土，而如果你选中国阵营去游玩，却无此设定。于是粉红又玻璃心碎出征了。印度从未统治过西藏，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西藏都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虚构游戏粉红在丢搞，而且重点是这游戏早就被中共禁止了，墙内是不准玩这款游戏的。也就是说，这些翻墙来骂的小粉红，他们大多是玩盗版的。如果我是 Paradox 游戏公司啊，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做这游戏真的很用心呢。啊，小粉没花钱，还问哪里用心，还玩盗版的。不是的，关你屁事！他妈钱也不是你出，游戏也不是你做，你还给我玩盗版的，到底是在靠北三小？再退一步来说，就算是要和一个虚构的游戏争吵真实历史好了，那真实世界的二战发生年份也是在1939到1945，当时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你家中共1949才出生，真的是关你中共国屁事！那些出征的粉红，先搞清楚自己立场好不好？接着带各位来看一下本周重要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及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举行会谈，会后发布了联合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并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也表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这是三国外长会谈首度纳入这类声明。而在这联合声明发出来之前，美国国务院提前几天于13日更新官网，将美国常年来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删除。这两条消息对台湾是相当正面的。此次措辞变化也是对中国一种外交施压，传达美国在台湾议题上不会被北京主导话语权，但美国还是坚持一中原则。不过这不影响，因为现在可以很确定一件事，一个中国没错，但这个中国不包含台湾。美国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是这种态度，只是现在更加明确，也反映出台美关系不断深化。这等于是在提醒台湾，台湾的未来本来就该由台湾人自行决定，同时也打脸那些亲中以美论。而在慕尼黑会议中，中国外长王毅则回应美国对中国再次增加关税一事表达，中国希望美国能够相向而行，但如果美国不愿意，仍然要对中国打压遏制，那中国也别无选择，必将奉陪到底。战狼外交在线，以及也不免俗地要求各国应该要支持中国完全统一。中国同时表示不会通过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来施压莫斯科结束乌俄战争。大家记住他现在说的哦。而同样也是王毅在同场会议中见到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的时候，又说中国早就和乌克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乌克兰，我们早就建立了双边的战略关系。可能有些国家还不知道，那我也当然是愿意再次听这个事情。
在2011年中国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乌克兰外长可能心想：你还好意思说啊？你不说，我以为我们签的不是战略合作，是战略背叛呢。乌俄战争现在还没完全结束。中国外长一边说中国很早就和乌克兰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当中国看到乌克兰被俄罗斯攻击的时候，中国却又继续跟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支持俄国。战略合作伙伴被侵略，中国没有一句骂俄罗斯，还拿钱支持他助纣为虐。由此可见，和中共签的协议都是屁。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最迟3年内，最快1年内，所有深读、完读反共分子，名称也越来越长了，都将付出代价，倒计时进行中。他付出代价是付出什么代价？还是你酒喝多了要找代价？你倒是说清楚啊！你们粉红老前辈张涛啊，至少都还敢赌倒立吃屎。虽然他也是赌输之后人就消失了，但你不敢赌就算了，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一批小粉红不行啊！而且我觉得你先担心一下墙内经济可能比较实在。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从个别企业违约扩散至整个行业，并波及香港市场。中共政府虽然持续干预，但市场信心依然疲弱，银行与国际债权人纷纷撤退，显示墙内经济正进一步恶化。中国房地产危机已导致约1600亿美元的不良债务，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债务问题。别忘了，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涵盖建筑、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随着该行业衰退，会有数百万工人和企业面临裁员和收入减少，生活自然也会被影响。此外，房产贬值也直接影响墙内有买房的中国人财富，烂尾楼问题也还会继续增加。另外，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开资料，2024中国外资净流出达1680亿美元，为自199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仅45亿美元，为自1992年来最低水平。那外资大规模撤离，加上投资低迷，还有美中贸易战2.0，这些你都不担心了，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只觉得暖心。跳这么高，到时候可别跑哦。好的，我会安稳的在家坐着，继续看你们这些粉红翻墙来送头。真的觉得无言，为什么反攻就是民进党？我也不想支持民进党，要是蓝白有想反共，我就支持他们。他前面那个应该是打错。从你的留言来看啊，你也知道现在台面上反共的只有民进党，你也清楚，因为蓝白不反共，不然你就支持他们。那当然，你可以有你的理由不支持民进党，可能内政上有你不满意的地方，但就现阶段来看，在国会里乱删预算的是谁？是蓝白。而台面上敢公开反共、保卫台湾主权的是谁？是民进党。所以蓝白在内政上作乱，又选择舔共，那你目前其实是不需要无言的，因为很明显要支持哪一边，一边是中共代理人，一边是捍卫台湾主权的本土政党，这不难选吧？没有一个政党是完美的，但当今天很明显有一边是中共代理人的情况，而你也讨厌中共的话，那你应该要支持谁？这真的不难选吧？没叫你喜欢他，你要把民进党当敌人也可以，但你转念想一下，你是不会当作利用敌人的敌人来捍卫与你有关的权利吗？在大是大非面前，台湾人目前没有其他选择，先一起通过眼前这关比较重要。大罢免第2阶段，中北部的朋友该联署的就去联署。这次大罢免如果没撑过，未来你也没机会讨厌民进党了。我说真的，因为罢免失败的话，不可再提罢免同一人。而现在蓝白立委都已经这么疯狂在乱推亲中法案，你还不加入罢免，不把它拉下来，让中共代理人得到免死金牌的话，台湾可能没有下次选举了。以前支持你，现在退订了，支持你反共，不支持你当绿共，到现在还在讲绿共的，今天讨个派。台湾如果真的有绿共啊，蓝白早就被调路灯了，然后还需要人民参与大罢免活动，拉下不适任立委。而且你少来了，查后台你根本就没订阅我，还以前支持我嘞，你从头到尾都支持中共才是真的。然后你忘记一些繁体字的小粉，想反串基本功也做好一点。波特王反共可以，反华可不行啊！我是大陆人，也是台湾女婿，50岁，支持中华民国民主台湾，建议帅哥主播把辱华改为辱共可否？这2位应该不算是粉红，但你们的疑问我也顺便回复一下。首先你说的波特老师非常清楚，但你忽略了现实情况啊，不然你思考一下，为什么小冯听到我陈述中共做的破事，小冯就会不爽？明明又不是小冯本人做的，照理来说中共怎样也不关他的事，但小冯就是会不爽，原因为何？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中共常年在墙内灌输爱党爱国教育，洗脑中国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教你永远跟着党走。所以小冯已经被洗到觉得骂中共就是在骂他本人了，以及中共建国后就自认是中华正统，把中华民族这词绑在身上，加深墙内中国人的盲从爱党思想，最终培出一代又一代的小粉红。然而墙内世界观与墙外是截然不同的，因
因此，每当墙外的人只是说了跟墙内价值观不同的言行时，即便这在墙外人眼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实，小冯都会不爽，痛批别人辱华。所以辱华这一词最初是中共跟小冯先拿来骂别人的，而我只是顺着冯的逻辑，魔法对付魔法而已。不然你就想，小冯3不5时就辱华出征，那这时你跟他说我是反共不是反华，你觉得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的。我也实际试过很多次了，因为他们党国不分嘛，中国、中共、中华这3个在粉红逻辑中是一样意思。因此，在小冯真正醒悟之前，在他真的吃到中共铁拳后才醒来之前，你在这方面用词的体贴，怎么讲反共就好，不要讲到反中反华之类的。我跟你说，你都只是自作多情，只是在感动你自己而已，因为他们就分不出差别。而且实际上，等到小冯被社会主义铁拳捶醒之后，开始能分清党与国的不同之后，届时他可能也不需要你跟他说明反共与反华了，他自己就知道区别，也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演变成这样。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上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让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链接。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